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给我们这当地的客户修一个9阳的电磁炉。它这个电磁炉呢，看起来还是比较高档啊，是一个9阳的电磁炉。然后现在呢，我已经插上电了，开机呢是没有任何反应。那么下一步呢，我们就只能拆机了，有可能是炸机了，保险丝炸掉了。好，现在机器已经打开了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，它这个做工呢还是可以，毕竟是牌子货。这边这个风扇这里用了一个塑料的盖子啊，这个电源呢也用了一个塑料的盖子进行保护。那么我们继续往下拆。好，它这个机器拆出来呢，看起来呢也是比较的干净。然后大概看了一下呢，是没有这个明显炸毁的痕迹啊。当然这个保险这里呢也看不见。我们用望远表来测量一下。我们望远表打到风明档，直接测这个保险丝。哎，这个保险丝居然没有炸，那说明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开关电源的问题。因为保险不炸的话，一般的三大件没什么问题，就是这个小开关电源有问题，导致整个机一直不通电啊，不工作。那么我们把这个板子进一步的拆出来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角落里呢是已经腐蚀了，然后这里插的是一个排芯呢，直接到了这个控制器这里啊，这个控制板这里，控制面板。然后呢，这边是一个单片机啊，最好是这个单片机不要坏，如果坏了的话呢，就也没办法维修了。我们先把这里给它清理一下，清理一下看什么情况。这边呢，我们清理了一下啊，然后呢，测量了一下这些腐蚀的地方，没有发现有明显这个腐蚀断的这种情况啊。我们把这个单片机供电的电压找到，我们用可调电源给它供一个电啊，看一下它这个能不能正常工作。如果上这个220呢，怕炸机啊。这里呢有一个7805，7805呢就是一个输入10伏左右的电压啊，10几伏的电压，输出呢是一个稳定的5伏的电压。一个3端稳压，通过这里有一个滤过电容，然后再通过这里一根跳线啊，从这里进了这个单片机，那么说明这里就是一个5伏的供电，我们直接用可调电源在这里给它加一个5伏来测试一下。好，这里我们接好了这个可调电源的5伏供电线，我们打开可调电源。好，我们可以听着这个蜂鸣声叫了一下啊，说明这个单片机应该是问题不大。我们直接把这个显示板的这个排线插上。好，我们可以看这边也可以工作了。啊，那么证明这个单片机啊十有八九就没损坏，那么应该还是电源的问题啊。我们来围绕这一块来仔细查一下看。好，刚刚我们上电测试了这个单片机呢是没有损坏，然后呢我们在对这个开关电源进行检测的时候呢，用二极管档啊进行一些常规的测量，就是这些二极管呢、三极管这些比较容易坏的测量呢，发现了这里有一个二极管啊。是一个击穿状态。刚好这个二极管它的电压呢，它是给这个风扇提供电压的，在这个位置啊。刚才这个二极管是这里啊，这个二极管短路，它刚好呢是给这个风扇这里供电的。刚才这个风扇这里呢是腐蚀的很严重，那么有可能就是这里腐蚀之后导致这个二极管短路。我们知道这个电源嘛，它输出一路短路之后，它整个电源就会工作异常。那么应该就是这个二极管引起了整个电源不工作。我们把这个二极管给它拆下来，再测量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把这个二极管已经拆掉一个角了，我们再测一下这个位置。哎，我们发现还是短路。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电路。好，刚刚又看了一下，它这个二极管呢是连接了这个芯片的1、2角，它应该是给这个芯片供电的。芯片的其中一个角应该是接地啊，我看一下第几角接地啊？第2角应该是接地啊，第2角接地。你看这个芯片应该是芯片短路了，并不是二极管短路了。然后我们来测一下这边这个撬出来的二极管，没有问题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把芯片拆下来，再测一下还短不短路。好，现在这个芯片呢也拆掉了啊，我们再测这个位置啊，已经不短路了。我们再测一下这个芯片的1、2角。
短路啊，刚好还是刚才那个主值7.8欧。因为这个芯片坏了啊，但这个芯片呢暂时没有，我们要去买这个芯片啊，买回来再继续来维修。好，我们的配件啊已经买回来了，这个芯片，我们首先来进行一个测量啊。我们记得当时是这个1/2角啊，它是短路了，看到没啊？1/2角短路了。我们测一下这个芯片的新的1/2角啊，看到没有啊？它就没短路。我们看它是不是有一个2极管的特性啊？它是一个2极管的特性啊，这个芯片就已经短路了，看到没有？0了啊。好，我们直接把这个新的芯片装上去。好，我们的芯片已经装好了啊，我们插上电来试一下看啊，看炸不炸？开机，哎，应该正常了啊，蜂鸣器正常的叫起来了。我们主要测一下这个5伏正不正常。好，现在这个5伏也非常的稳定啊。测一下这边的应该还有什么电压，看一下，12伏、8伏，它应该还有一个18伏啊。这是5伏、18伏啊，非常的稳定。那么这个电磁炉就修好了，就是这里辐射之后啊，再然后坏了一个芯片，我们把它全部装起来再来测试。好，现在电磁炉已经安装好了，我们插上电，开机啊，看里面的水能不能加热啊。啊，已经可以了啊，上面已经在冒气了，那这电磁炉就修好了。